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人老了，究竟还有没有存钱的必要？唯有站在老年人的立场，才能够分析出所以然。俗话说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：只有在富足的时候懂得积蓄的人，才能在贫困的时候坦然度过。所谓的未雨绸缪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到60，我们还要不要存钱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有人说，人到60，我们已经步入人生中的老年，要懂得享受生活，何必那么辛苦地存钱呢？也有人说，人到60，我们的身体机能逐渐在减退，赚钱的能力也逐步在下降，所以说就应该在上有赚钱能力的时候，多积蓄一点存款，这样才能确保晚年无忧。其实，这两种关于存钱的观点虽然完全相反，但是却各有各的道理。那么，人到60，存钱与不存钱的差别有多大呢？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你答案。陈全和刘岩虽然是同学，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格却非常不同。陈全性格豪爽，花钱也是丝毫不懂节制；刘岩性格内敛，凡事都喜欢做规划。尤其是在对待钱的态度上，他的计算更是精确到脚，这让陈全很是不解。有一次，两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陈全对刘岩说：“我们俩人现在都是60岁的人了，这些年我虽然没攒下什么钱，但是我该玩的玩了，该乐的都乐了，回想人生，没有任何遗憾。但是你呢？你这些年这么节俭图什么？”听了陈全的话之后，刘岩笑了笑说道：“我和你不一样啊，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啊，所以我只能趁着有赚钱能力的时候多攒一点钱，这样等到老了才不至于慌乱啊。”陈全笑道：“我们老了，自然有儿女为我们养老，你攒这些钱，最后不还是自己用不到，都花在儿女身上了。”刘岩和陈全的性格和观念完全不同，因此两人在一起每次都聊不到一块去。这次两人在聊了一会儿之后，也是不欢而散。结账时，刘岩提议要 AA 制，而陈全则霸气买单，并要刘岩收起你那小市民的样子。毕业后工作多年，陈全一直是月光族，这样虽然使他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是每当遇到急需用钱的事，他找人周转时的窘境，却也只有自己知道。而刘岩这些年虽然一直生活得很清贫，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积蓄，他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养老金。他觉得他只要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晚年生活是绝对无忧的。多年来，虽然刘岩一直量入为出，过着节俭的生活，但是说实话，有很多时候他是很羡慕陈全的。他也曾想试着像陈全那样放下账本，洒脱生活，但是他的性格却使得他无法心安地做到。每当他想要奢侈一把的时候，他都会想，有这钱不如等到老了再花，有这钱不如留着给儿子花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有一天，刘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路过了一个垃圾桶，他看到一个人正在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，这个人的身影极其熟悉。刘岩好奇地走到了这个人的身旁，却发现这不是陈全是谁？陈全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刘岩不相信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陈全，此时竟然在垃圾桶里翻找塑料瓶。陈全见到刘岩，先是显得有些尴尬，之后还是无奈地说出了事情。原来陈全的妻子忽然生了很严重的病，急需用钱。因为陈全平时没有积蓄的习惯，所以他一时陷入到了困境之中。光靠每个月的工资收入，陈全已经没有办法保障全家人的生活了。
但是由于已经年过60，再想找一份兼职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找。于是陈全便想要在下班后捡一些瓶子，这样或许能稍微缓解一下家里的压力。看到平时挥金如土的陈全，今日竟变成这个模样，刘岩不禁感慨万千。他给陈全拿了1000块钱，并说道：“你要早点能养成攒钱的习惯，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人到60，存钱与不存钱是不一样的。不存钱的人，虽然平时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是在他们的背后，实际上是没有一点安全感和保障的。而存钱的人，虽然平时生活的节省一些，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到未雨绸缪，就算临时遇到急需用钱的事，他们的心中也不会慌乱。有些平时不存钱的人总会想，何必担忧老年生活没有保障，养儿防老，到时候自然有儿女赡养我们。实际上，靠谁也不如靠自己。等到老了，心态就会发生变化。手里没有钱，一直依赖子女的老人，总会显得有点不那么心安；而手里有钱，有时候反能够帮助子女的老人，则会在被子女照料时更加坦然。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说，儿女对待父母的感情应该是毫无差别的。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儿女会对有钱的父母特别好。势利眼是不分外人或者家里人的。你有钱，你的孩子就不敢抛弃你，甚至他们还会跑到你的身边来孝顺你，因为他们知道有钱财的父母就是他们的依靠。反之，你没有钱，相信你的孩子就会离你远去。比如说农村的老人，他们没有钱，孩子又怎么可能孝顺他们呢？因此，孤独终老的贫穷老人会层出不穷。这种事儿本不该出现，但它还是出现了。这就说明了一个真相：人这种生物，看似有感情，可实际上只是看着利益来做人罢了。哪怕是我们的伴侣，也有这种想法。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人呐，不要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去考验人性，不然会被辜负的。人再怎么有温度，也会做出背叛的行为；而且再怎么冰冷，也会对你无比忠诚。然而，这也并不是说到了晚年，人就一定要节衣缩食地攒钱。这样的人未免有点不懂得享受人生。真正的聪明人，既懂得花钱享受，也懂得存有积蓄，为自己的今后攒下保障。这就需要对待金钱有一个合理的规划，而不能率性而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